好的一天开始了。这是大伙之家社区，一个位于鄂多勒市来都来了区沙雕快乐街的一个复古老社区。社区里有4位老居民，常常让人上火。社区刚开的小卖部老板张绍刚，来点开心果吧。哎，好嘞，很抠。不用多拿，够了就行。行啊。主持人退休后改不了爱张罗的特点。我在这儿的社区的任务就是领导你们。社区有个管家锤锤，嗓门大，超级热情。可是因为社区人少，所以管了个寂寞。还有万能打工人许天琪，大伙的拥有超多打工技能。对了，忘了说，社区里的蔡明教授是退了休的表演老师，但他只是个副教授。把副字给我去了。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房东。听说搬进来的是一群想要聚会的小伙子，老居民们终于获得了梦寐的年轻劳动力。大伙之家社区的故事究竟会让人火大？让谁爸爸了？喂，还是让社区大火，老居民和小伙子能否和谐相处呢？还是去社区里看一看吧。街坊邻居们注意了，请大家赶紧到小区门口来，大伙之家唯一一支广场舞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哎，醒醒醒醒，大家都醒醒！刚哥来啦，出来跳舞了！来啦，来啦！好，音乐，3、2、1，走！残酷暴雨，那课本里的词语，无情中的流离。时间过去，还要一起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聊不停。甩开的悲哀，手甩甩，大伙儿都在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从此不说分开。这么长时间姐，接着回去睡了。这哪里还敢有起床气啊？这个跳完啊，收工。哎，一天之计在于晨，早晨起来不能这就收工回去补觉，这算什么事啊？对，我昨天接到了电话。哎呦，什么电话？大伙之家小区要来新朋友。哇，是什么新朋友啊？把杆打开。有请新来的朋友。这声音应该是。Hello， 鹿晗，陆老师，杰伦哥。好，杰伦老师，各位哥哥，各位朋友们，徐老师，何老师，哎呦，何老师，徐老师，呀，刚刚见过。来，欢迎各位脱口秀的朋友们！为了表示我们大伙之家的热情，已经感受到了。刚刚的舞蹈我们再来一遍。来！手甩甩，大伙儿都在。
怎么就停了呢？怎么没跳过瘾？没跳过瘾？朋友们，来到大伙儿之家，我们都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我先从我开始，做一个退休老同志，开了个铺子，叫刚开的小卖部，品种繁多，价格合理。我在这儿的社区的任务，就是领导你们。这就是大喘气是吧？领导你们。对，各位新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全娜丽莎，莎是我们大伙之家的唯一的年轻管家。年轻管家。是的。我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打工人，这样我的名片，就很多业务了解一下。如果你们待会儿觉得不知道去哪里消费，找我。好。是，我看他什么都能干，管道疏通、家电维修、跑腿外卖、代取快递、宠物投喂、陪读陪看，都是我们的活呀，给我们抢活是吧？这个人，他给咱们抢活，这个比你们早来一天的4个小伙那个我来吧，你来吧上家伙，我们大伙之家的礼物。首先这样，我先自我介绍，我是大伙之家刚来的大伙子们中的火大。我上火了，你这个代表弄点菊花茶吧。代表火大。小周，来。火三儿，我是火三儿，小周。你们什么时候给自己排了个序号呢？就在刚刚。你们只有2个选项了那我是火几啊？火二啊，火二，我2，我是火2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2。最后这个火4他其实从心里面觉得，他讲的比你们好。对。是这样子的，我给大家准备了一点那个小番茄。有一天，小番茄跟他妈妈说，说妈妈我饿了。他妈妈说什么？他妈妈说，你吃饭，你就吃吧，妈妈给你做。No。他妈妈说，天哪，番茄会说话了。原来幽默这么简单呀！我们想复杂了，来，你们仨来，因为我们都是脱口演员嘛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用说唱的形式介绍一下自己。稍微躲开一点，免得伤着啊。我是徐志胜。我是何广智。我是豆豆。谢谢大家。赶紧送礼吧，这。来都来了，带什么礼物呢？别看包不是，包还是要背回去的。那么客气，来就来吧，怎么还拿东西呢？对呀，没关系，我们还会再拿回去的。大家可能知道，我和广智有一个喜剧媒神的称号，送了一副对联给大家。上联是玫瑰带刺，不刺鸡毛蒜皮；下联是花瓶能装，只装花好月圆。横批笑过生活。来，这样，谢谢大家。4个小伙昨天刚来，昨天来也没来得及做一件团建的事儿，正好今天你们仨来，咱们就一块儿来做游戏。你知道为什么每次来了人之后，咱们都要玩点游戏？一方面大家熟络起来，破冰游戏。我们玩的这些游戏全都是最传统的童年游戏，小时候玩的。那会儿因为物质相对来讲比较贫乏，怎么在有限的不花钱的情况下，把童趣、把生活里面的情趣都给调动起来，是靠智慧的。是，来吧，童年说玩一来吧，回到童年了。做游戏的内容，一会儿咱们从这个东西南北来选。现在咱们先选2个队长，用最简单的猜丁壳的方式。好，谁猜赢了，谁在这些里面挑人组战队，好不好？我选智胜。那火大吧，火大。怎么回事这是？怎么回事啊？准备好了吧？石头剪子布。姚晨挑人都可以供你挑选。我选周杰伦。杰伦哥，我最讨厌跟他在一组了。我的天，竟然把我的
克星，有我在就好。姚晨把广智挑走了，来，石头剪子布，哎，石头剪子布，石头剪子布，这真的不好意思啊，石头剪子布。哎，胜利！来，小周你来挑，你就东西南北几下选哪个？3下，3下选东西南北。南3，1、2、3，吹画片。游戏规则就是你吹的时候，你要说出一个象声词。象声词。吹完了之后，把自己吹下来的、吹翻过去的这些拿走。一会儿我们就点画片。哦，他们6个要加起来，对，然后比我们3个。声音别颤抖。对呀，怎么？我就确认一下，你还不能面对现实吗，队长？还不能面对现实。哎，花椒小也辣死人啊！好，来，好，谁先来？我来吧，队长身先士卒吧。你那小身板小心点，别吹进医院了再。徐志胜，你用什么呀 ？Win 号的 Win 吗？不，你怎么都这样了，还是打压我们？我们组还要多惨？让他们来吧，字儿是什么？好，还非得是个字儿，得是个字儿啊。嘟吗？不行，可以，别劝了。所以志胜，你的这个拟声词是好。Get your way 的嘟，你等着吧。来，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啊。哎，不是张老师，你是裁判，你来。哎，徐志胜，你是怎么能把这一摞全给吹翻过去？对，谢谢，没辜负大家。下一个是谁？感觉直接打消了对方的斗志，我的天！哎，队长来一下啊！来，队长来一下。你的拟声词是啪可以，啪就啪了是吧？来，你们怕不怕这个问题？怕！我不怕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这，吓死我了！炸裂了！来，姚晨收好这些宝贵的7张。赵磊，拟声词是破哦，爆破。在官渡之战上呀，就是有人以少克多啊。该谁了？我来吧，来，豆豆不能说。不好意思，我来一个。爸！哎，我今天尊严和名声都丢在这里了。觊觎我的美貌，你配吗？你往下面一点。你就别知道了，你刚才吹了几张？这个怎么算？只要吹离开粘桌子就算。不，高速镜头2，咱看清楚。你看这招是不是没粘到？起码要从这张，是不是？从这招是不是没粘到？就这些，最不能再多了。再给一张，不给，再给一张，再给就亏了。徐志胜，有没有点可能赢家的那种大气？再给一张。你说怎么都已经赢成这样，领先成这样，还小家子烂气呢？这是我们大伙之家这社区的精神吗？来，天启，小周。天启，我来个这个吹，哎，可以，吹啊，吹，还可以，不丢人啊，不丢人。来，该谁了？现在要翻盘，你要吹很多。就是拿你直接把桌子吹翻。我们要把桌子吹倒，是不是就算赢了？哪个字？砰！哦，砰可以，砰我觉得不太行吧。他那个嘟可以一直呜。
你这个砰一下就没了。来了，来，让他起来。砰砰！哇！可以可以，我觉得有机会，数一下数一下数一下。啊，咱不用数了，就比后组。来，现在差不多了，我们来看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不得不说，3个人的这支队伍赢了。惜败，各位老师，惜败。来，好，第一个游戏是徐志胜队赢了。朋友们，咱们都别小看这一叠画片啊，一下就能把我们拉回到小时候，在社区里面，那真是呼朋唤友，大家一块玩那种童年的记忆，哇，一下就回来了。接着拿东西南北来定，东西南北，因为我觉得有些屈辱，所以选西武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。抖筋，呀！一起上吧！谁是站到最后的那只鸡，谁就赢了。是的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哪只鸡先上？都行。我吧，行吧，我投鸡。天鸡，我们摇鸡王上。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来，天鸡，来，天鸡对瑶鸡，预备，给我开始。哇！旋转机，赶紧保存体力，别做这些无谓的东西。太紧，保存体力。你好的东西是无谓的。还好吗？我不得不说，许天琪速度太快了。没事，很棒了，虽败犹荣，咱就刚才那几个旋转征服了所有人。来，我来了，稳一点。我发现我从你那总结了很多教训。来了，稳一点。预备，开始。上，一击制胜。上，一击制胜。你这。这样是不是犯规了？手不可以啊，手不可以。他晃我，他晃你那么开心干嘛？来，上当了，他已经被姚琛带到节奏里面了，不要浪费体力，是不是？1、2、3。你要干嘛？歇一会儿，给他致命一击，就一下致命一击。我要买东西。来，志胜调整一下自己的刘海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顶他！哇！好，赢了。不行，这个好累啊，这个好累，巨累的。鸡王，黄金右脚，有点累了，是不是？不累。你看我们现在啊，在办公室经常一坐就是一整天，偶尔大家一块儿斗鸡，这种童年游戏，大家一块儿活动，锻炼身体。歇会儿。好的，坐，聊会儿天。都能坐。够坐不？够坐，聊会儿天。你想喝点啥？喝点矿泉水就行。
我们输成这个样也没脸。你看，已经彻底被打压了，被我们打的都找不着北了。哎，志胜最近怎么样？女朋友怎么样？和女朋友，哎呀，怎么不好意思？有点甜，有点甜。豆豆呢？我还不错，就主要是在自己家的节目的时候，会觉得自己家的节目是自己颜值的舒适区。是。那今天来了，觉得来了之后就觉得有点捉襟见肘，有点不太够用了。所以以后不要老在自家的那1亩3分地待着。你说玫瑰不放到外面，谁知道它有刺儿？就是专扎自己家人。对呀，这里还有一朵玫瑰呢，这里还有。哦，我以为说我呢，说玫瑰。哎！接住！不好意思，球来了，请躲避哦。这个小区门口总是会有小朋友玩的球意外飞入，请各位居民注意，如果被球砸中，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。接住！抢过来！不要！天琪，新朋友，我帮你刷碗了，天琪。哎，这个时候我感觉我有无上的权利，哎，不，我们是朋友，我们是兄弟。等一下，我要不帮你，我来。打到了。所以豆豆被打了1次了。好，豆豆现在1次啊。咱平时生活中啊，总是免不了因为不会说话和别人产生摩擦，就会影响人和人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最会说话的脱口秀的邻居们啊，我们一起交流一下，在人际交往中怎么做到打破尴尬。我们其实就得说点社区的事，因为大家以后住一块儿了，邻里是得和谐嘛，是吧？现在怕的是在很多社区，咱们住时间长都不认识啊。对，特别是年轻人的。对，所以假设有这么一个情境啊，你在-1上了电梯，要坐到35层。我住这么好的地方，我。然后这个人呢，你知道他模模糊糊的应该是你这层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们要一路怎么办？那这样，严琦，你来示范一下。哎，我示范一个。你和锤姐遇到了。对，这个是真的，因为我之前我跟我爷爷奶奶一起住，然后他们是那个职工房，就是爷爷奶奶那一辈都特别熟。但我一个小孩就跟他们都不认识，所以每次进电梯都有那些特别热情的爷爷奶奶跟你打招呼。我就从小研发了一个绝招，绝对好用。来，开始啊 ！Action！ 好，我先进电梯。我再进电梯。哎，你从后面进来的，好恐怖啊！好恐怖！不重要。他吓死我了。那个电梯是2面门的。哎，锤奶奶好。说的爷爷奶奶嘛。哎，锤奶奶好。哎，你是那个周震南吧？哎，对，奶奶。哎，等一下，我鞋带开了。哎，行，好好记吧。实在不行，奶奶给你缝2针吧。没事，到了，我到了，奶奶，我到了。再也不见。你是这种方法，就是会找各种的东西掉了又掉了，就一直不跟他在一个平面里面，你知道吧？就一般我没有遇到那种奶奶会。哎，小伙子来了，奶奶腰没有那么好，对，不会有的，所以这招很好用。这是一个方法，非常好用。喂，哎呀，豆，我吓死我了呀！他讲到了。徐天琪，这样给你个机会，求求我，求求你，我先坐着。我先不打算用这个。我们先聊吧。你有什么才艺展示吗？这个不，来，我们交给命运的安排。手剪子布，可以。石头剪子。豆几次了？ 2次。
你将会受到的惩罚就是抹锅底灰。哇，是真锅底灰！哇，今天变成黑豆了。黑豆，可以给他弄个猫吧，要不猫吧？猫三道，可爱一点。因为豆豆抹3道应该还挺可爱的。他好享受啊，为什么？哟，可爱，哇，可爱，非常帅。哎，那另外一层关系呢？咱们刚才说邻里关系，要是去公司呢，你们都在文化公司。对。现在呢，就有这样的一个同事，这个同事呢，确实和你关系还不错。但是呢，他经常会跟你提一些小要求。比如你有车，你的这个朋友天天蹭你的顺风车，已经蹭了1年了，搭时间长了，你冷不丁不让他搭，他还生气，他觉得你是个坏人，你怎么不让我蹭了呀？这个坏人是不是？对。那你现在已经让你那个同事养成习惯了，怎么办？今天你就是不想让他搭，怎么说？那个赵磊和天琪，你俩，那谁蹭我蹭你的车？行，你蹭，我蹭 ，OK。走啊！去哪儿？上班呀。我请假今天。你请假？对啊。你要不送我呗？给你个水。给我水？什么意思？我们萍水相逢。萍水相逢。咱们以后我就不载你了啊，去吧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走了。所以同事之间的遇到任何事情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解不开的结。该沟通沟通，该交流交流，和谐社区。你说我们这社区，来我们社区是不是学知识？对，知识。其实就是这么回事。咱们刚才说同事的关系，有的时候更难的是朋友的关系嘛。你们觉得啥事儿是属于特别难以向朋友开口的事儿？难以向朋友开口。我比较难开口的，就是当别人有一个事儿找我的时候，我不会拒绝。前一段时间我们有同事找我，他说要给我拍一个纪录片，我其实不太想拍，因为也不给钱。但后来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他，我就答应这个事儿了。但我没有想到那个纪录片团队，他拍纪录片的方式是给我写了一个剧本让我演，所以你拍了一个剧情片。对，如果我演的不好，还要再补一遍。就是我第一次知道拍纪录片还要补录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就一直后悔，为什么没有拒绝？为什么没有拒绝？其实生活当中好多事儿都是，你有时候不需要征求别人的意见。当你心里面觉得咯楞了那么一下的时候，你最好就拒绝。因为你如果不在拒绝的时候拒绝，那个时候的勉强，大家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更不开心。没错，尤其是在和朋友相处的时候。对。那你呢？我觉得说破真相可能有时候是很尴尬的一个事情，就比如说，我跟琛子和琛子海鲜吗？爆炒琛子。琛子和七七是关系很好嘛，然后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写完的歌词或什么的发给我。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你每次都说还写得很不错的，但其实不是。但是因为我们是真朋友，肯定要说真话嘛。所以有时候如果他不是很好的时候，我觉得有时候朋友很难开口。但因为我觉得有的音乐可能只是大家各自的审美不一样。你也不能因为你不喜欢，为了去让他开心，就说这个很好，对，也不行的，对，也会害了他的，我觉得。好，那咱们这样，我给大家出个难题。好，就是每个人都有跟朋友难开口的地方，其中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知道这个朋友有一个心爱的东西，你也很喜欢，你呢就要借。其实你心里面就觉得他可能不会借给你，但是你非借。你找一个给他打个电话，现在。来，梁琪，你跟谁？蛋壳。跟蛋壳干嘛？我借他的房子。我说要拍摄，找他借2天。说可以。好，来了。嘘。何总。咋的了？在干啥呢？我准备一会儿去机场收拾东西。来了。嘘。这样有个事儿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实在找不到人了，就只能跟你问一问了。就是因为我马上拍一个 MV， 然后可能需要一个室内的环境，但是因为最近我这个资金窘迫，也租不到棚这种，就说可不可以把你房子借我2天拍个 MV？ 房子借我2天拍个 MV。
不是咋了哥？就借2天，借完给你还回去。你这样式儿，你要在哪儿拍？我在北京、上海都可以，看你房在哪儿。我北京、上海哪有房啊？你本身就是说你要取一个这个室内的景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一个景。我给你想想办法，我给你问问人。啊，问问人。你啥时候弄？好了，哥，是这样，我跟你说，先跟你抱个歉，我这录节目呢，说得找一个好朋友，答应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的事儿，就我已经感受到你诚意了，哥。哎呀，我还寻思说那啥，帮你找人，你这玩意儿马上给我一个反转。没有，已经感动了，心意感受到。行，不错，这个好朋友交到真心朋友了。外卖到了，你们的外卖到了。哎呀，楠楠疯了！哎呦我天，救命啊！这里面不一定是啥呢？哦，这真的是球。走了。哇，楠楠终于达到了。这根本跑不掉的，他心中已有目标。跑不掉，他心里有雾。今天有一位老师我特别喜欢他的头发。我给你换发际线嘛。可以。哇，盖一下。稍等一下，我整理一下我的发型。你知道往哪补？画一下。哇，镂空发际线。哎，有一种猫王的感觉了。可以了，楠楠，可以了。大家终于知道我的发际线在哪里了。对，你是把发际线圈出来了。好，赵磊来。夏日光。好。找他借手表。喂，公啊。怎么？你干啥？刚睡醒啊？没呢，我在拍戏呢。哦，那个啥，我过2天有个红毯，你那个，你有手表能不能借我一个？手表，我手表都卖了。好的，呱呱。没有，我们在录大伙儿说找朋友借东西，我说找你借手表，然后结果你给我来这一句，真的都卖，但还有一个，那个是常戴的嘛，就是你戴了就是，哎，没必要。好了，我知道你很大方的，你那个常戴的也借给我啊，行，好。哎，这是个好方法，别人再说他跟你借东西卖了。那下次又见着呢？下次见到之后又买回来了。我买了又卖。哎，我觉得夏日光这个了不起啊，而且不伤面，还显得很可怜的样子，甚至让你想给他一块。赵磊当时想，我不是人，我竟然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。我怎么可以提这种要求呢？高手，真高手，棒！周志南，你来。我借猫吧。跟谁借？鹿晗，你别打到我这儿来，我。喂，鹿哥。喂。你在忙吗？还行，没有，我在家了。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啊，咋了？我想借一下你的几只猫。啊？借猫？为啥呀？就是最近我那猫被送走了，我有点难过。你让我借猫，我不可能，我现在我不在北京，借不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在录一个节目，对，然后叫《大伙之家》，然后
就是要找朋友借一个比较心爱的东西，然后我就想着你很爱你的猫，然后就说借一下。对呀，那猫怎么可能借啊？我很诚实，很真实啊！录节目啊，录节目。但有一个事儿可以实现，我想听鹿晗跟鹿晗打电话。哥，我这儿有个人是，他说他跟你长得特别像，然后谁啊？喂，鹿晗哥，我是鹿晗。我有点激动了，老大，这蹭了这么多年，怎么还蹭上了，老大，我这。鹿晗哥，我是徐志胜。我就说嘛，这个口音绝对是徐志胜。Hello， 很好，谢谢，在节目上对您多有冒犯，借了名字用一用。久仰大名，然后特别喜欢听你的一个脱口秀，真的。啊，谢谢，就要一块合作一下，或者是见一下。哇，好嘞，哎，好嘞，我把电话给周正南了，哎，好，绝了。不错，在鹿晗这块学到一个好方法，我不在，在家里但不在北京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好，这个是稷下之光都卖了。之后另外一个方法，其实你说我不在这件事儿，态度又明确，对，但是呢又不伤面，彼此都留余地了，对，是吧？对，下次再有人找你拍纪录片怎么办？我琢磨啊，我把自己卖了，你想在哪拍？在上海，我不在呀，完美解决呀，是不是好用？确实好用。好，咱们从邻居开始聊，然后聊街坊，聊那个同事，聊朋友。其实一个核心的是，别轻易建立和陌生人之间的壁垒和界限，该跨一步时候跨一步，对，多交往，开门，打破尴尬。然后再有呢，就是有话一定要好好说，有任何话，有任何要求，包括你说拒绝，有时候拒绝也是讲技巧的。咱们刚才也聊了，朋友不一定就是要答应对方的所有要求。我们大伙儿之家这个社区不是要让大家要答应所有的事情，该交流交流。咱们就是个好的开局啊！没错。我们再次欢迎3位新住客。咱们合张影啊，合张影，合完影我发个朋友圈。3、2、1。好嘞，谢谢，休息一下。大伙社区公告，社区安全指南来了，防火防盗防诈骗，各位居民朋友请查收。喂，大伙之家的居民注意了啊！共创社区安宁，防范势在必行。我是社区管家陈娜丽莎，大家都听好了啊！刚哥别大意，人员清楚要牢记，买亏本别伤心，安全防盗少摸鱼。这些打工别粗心，洗澡的炉灶要关紧，现货中心柜子要紧盯，防防窃必须记在心房。伙计们年纪轻，爱吵爱闹有精力，半夜在家早休息，防止噪音吵邻居。再说几句话，防火防盗爱着大家，便民中心辅导家，幸福生活并不复杂，大伙之家，美好生活靠大家。今天小区门口的活动就告一段落了，住在12号的伙子们，快带新朋友去你们家坐坐吧，好好招待一下。新搬来12号房的年轻小伙们受到了上上下下社区居民的喜爱，有事没事都爱来串门。当社区邻里发生纠纷的时候，这里将上演家长里短的情景剧，没有剧本，只有动作情绪提示。让我们一起看看伙子们是怎么巧妙化解的吧。看电视。就大家看得出来啊，我是徐志胜。哇，
前一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直播带货活动，而且导演在分配产品的跟我说志胜啊，你今天负责的产品就是卖面膜。当时我都懵了，我说导演啊，就我这个长相，你让我卖面和卖膜都行啊，好尴尬。哎，咋了这是？咋了？怎么哭了？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。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天蝎，你不要。你怎么也哭了？因为我跟他是齐齐哈尔组合。齐齐哈尔，他哭了我也难受。你到底怎么了，哈尔？耶耶！哦嘞嘞，哦嘞嘞嘞嘞，哦嘞嘞，哦嘞嘞嘞嘞，哦。Hush hush hush, baby. Oh la la, oh la la la, oh la la, oh la la la, la la la. 今天我们还3天3夜都不要睡觉好吗？不好。萱萱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话，想说就说，不想说就别说。对对，我说，我怕你伤身体。想说就说，不想说就别说。干啥呢你们？干啥呢你们？我在里头睡觉睡，听你们在这叭叭啥？大早上才8点，这吵是啥呢？在这儿，装修大队呀，你们是？对不起。正月里来是媳妇儿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，他妈呀！正月里来是媳妇儿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，他妈呀！也不论那男和女呀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别吵吵。想上厕所吗？这怎么越说哭越狠呀？这怎么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哎呦！其实这个问题也怪不了别人，天气哭的就是那么邪门，我必须承认，因为我是个爷们。现在我要让他睡在我的枕边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知道。其实这件事不能怪张延琪。
他就是我自己的怪脾气。我想和大家说一声对不起，下一次我一定注意。休息，休息，早点休息。社区元气打工人天琪为什么哭了？真的是因为自己的怪脾气吗？天琪，天琪，你怎么了？在邻里们一通询问无果后，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。是他啊？怎么回事？你疯了吧？是你把我弄哭的，不管怎么样。但是你的另一点长得奇怪，好不好的啦？我的天，我这莫名其妙呀，真的是。哎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我觉得大家都是朋友嘛，就是有什么事大家可以说出来。是这样，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有更深层次的，是不是？是。你是不是对这位新来的邻居并不是特别的接纳？我这个人，我的你情绪不要那么激动。许天琪，你这个是有一点挑了，我觉得。那你们俩就坐在一块儿嘛，坐在一块儿，豆豆让人坐在一块儿。新邻居徐志胜来到大伙之家，非常受大家的喜爱，这让徐天琪感到被大家冷落，便来到伙子家哭诉。在大伙调解下，徐天琪明白，面对新邻居需要包容和接纳，社区氛围还会因此越来越好。蔡教授，我最喜欢来您家干活。您家有品位。哎，这灯真不错。嘿，我这个灯啊，不但是节约用电，还能够练嗓子。今天算送你一节这个台词课吧。好嘞。嘿，该歌演了。嘿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放多了。加水呀。嘿，哎呀，放错了。不是。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在讽刺我这个声控灯啊？我哪敢呢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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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管家，我们刚入住就遇到了邻居的不文明行为，怎么办？这样，你们带上新朋友，都来我表哥开的千古中心吧。大伙儿没事都会来这里放松解忧，有啥事儿咱们一起解决，敞开了说。太好了，我们带上新朋友，马上到。欢迎各位光临仙谷中心。迫不及待，排队排了好久了。非常欢迎大家的到来，希望大家可以在澡堂子里呢，洗涤你们心灵。对，关键是要把我们社区的那个氛围洗出来。是的，洗出氛围，洗出精彩。想要进我们的仙谷中心呢，是有规则的，必须两两进入，并且选择出你想要居住的环境，邻里群居，独栋独居。看你是喜欢享受孤独，还是喜欢热闹的氛围。有请第一组张老师和张老师。好的，我们这个社区啊的一个态度，让年轻人先选。但我其实也是很纠结。一般情况下，其实我挺想就是自己安安静静的，但是很多过年过节还是希望就是能有一些邻居。那我选邻里群居吧。走，请欢迎两位来。请两位站到我们的迎宾席。好嘞，你等一下，你走过来。欢迎两位，喜从天降。
哇！这个太猛了吧！这个水，哇！哦，这个我为什么发型掉了？我发型无所谓，没关系。这个我为什么觉得我突然变成了徐老师的发型？你来说说。我认为没关系，哦喜从天降。没错没错，放心进。没错，鼓掌，为夏老师发际线鼓掌。接下来有请脱口秀界陆老师和我们的楠楠，欢迎两位。喜从天降。给我盖住！完了呀！完了，盖住，出大问题，把喜剧的灵魂找到了。那个锅灰拿来再补一下。有请接下来两位来宾，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仙谷中心，喜从天降。啊，恭喜刘爷！欢迎两位，咱们喜从天降，喜从天降。这条路喜事连连。张老师，你就这么踩上去了？我没注意，我都哇！你比张老师还不是平静，这个就是特平静。挑选出的橱柜，这个叫做喜上眉梢啊，拿上我们的东西。不是我这是什么呀？你这个瓢按破瓢。我是这个张老师，你怎么能挤进去的呀？张老师，您这个有点为难啊，有点拥挤了呀，你的脚有点局促啊。非常合适。哇，我这也太厉害了，我就是今天的王者了，知道吧？这个是特地为我准备的吧？真是，用手绢来，你选中了你家乡的才艺。哇！哎呀，这个人嘚瑟吧。这个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你刚才不是很爱跳那个吗？正好适合你嘛。不是吧？这个斗鸡来，这。不是我这个有点痛，说实话。是吗？哦，哇！非常欢迎大家来光临我们的仙谷中心。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戴了一个发带，对吧？没错。接下来，请揭开发带上的贴膜。贴膜，这上面有个膜。作为社企管家呢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这里禁止拍照，禁止大声喧哗。最近添加了一些新的规定，这个规定呢，就是在你们的发带上面。我们每个人的头带上啊，都有1个、2个的字儿。如果你有钱，你会说话的时候带出来了就被刺。等一下，不敢说话了。哎呀，大胆点！哎，入住了大伙儿之家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，感觉怎么样？开心。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吗？挺好，就跟那个在家一样。欣喜若狂。哦，欣喜若狂。哎，你们刚才说到和以前一样，大家是不是都租过房？租过，正在租。我租房的时候是97年。哇，这里好多人还没有出生啊！我刚1岁。哎，你几年了？我91的。
不要误伤到我。够了，这个量太大了吧？天琪，稍微复盘一下。我已经知道了。你以为你知道了？娟姐，还是锤锤对我好。快拿小围兜。但是呢，天琪，你是不是也要反思？天琪，你是不是也要反思？你复过盘吗？本人。本人在这个场子只带许天琪，这是非常对嘛。哎，再说回到遥远的1997年，那会儿租房刚开始我是合租。徐老师，你说你在租房的时候，你把租的那个房子在心里面你把它当成啥？当成一个房子。它和家的区别在，你觉得？它和这个 home 的区别呀，就是你们这个也太明显了，你们不懂得我这样。咱们就先聊。锤锤，你说你遇到过特奇奇怪怪的那种房东吗？上一个房东，我搬家就是因为他。姐姐，如果你有钱的话，你会想把它买下来吗？钱，我有。没事，我会买下来。买。就是如果我有钱，我肯定会买。我刚来上海那会儿没有什么钱嘛，我是在郊区租了一个那种隔断房，本来好像是30一厅，他隔完之后呢80一厅，这八个人，那你住7、8个人，全是邻居，就是隔音还特别的差。迪凡房东我之前有碰到过一次，就我们一起碰到的。本来咱们不是签了2年，然后他突然要把那个房子卖了，就把我们给直接，这个是情理之中的呀。但是合同是签我，志南，你和他住过吗？住过。你住了多久？干嘛呢？这你干别啊！我说你和他住了多久？ 2年，就是我懂了，大家一起住的。刚学会说话的孩子，大家一起住的。张老师，你帮我拿一下枪好吗？怎么有这么奇怪的要求？帮别人拿一下枪？不是，我要调整一下麦。你不是这么想的。我是怎么？我知道我头上什么字了。我和他又不熟。对，他上的那个节目我又不喜欢，都没请你，好像是不请你，不是没请，是请不到。要这么大声说出来吗？然后他突然跟我说：“你帮我拿一下枪。”哦，他一定想让我说：“徐老师，知不知道什么叫偷鸡不成18米？我就想巧妙的给你提个醒。知不知道什么叫画可以了，天子？我去我的。来继续。咱们既然都来了这个大伙之家，咱们这是好社区啊。对，所以我们这次呢，为了完成邻里和谐这事儿，我们专门安排我们的特派员去做了一个调研。是的，哎，就是在以下情况当中，哪种会被小区邻居投诉最多？话题选择规则：根据社区调研主题，针对 A、B、C 3种行为，随机街访了100位街坊邻居。大家需要猜测哪个项目是被邻居选择最多的。1，早8点准时被装修保险。哇，这也太已经有点受不了了。B， 隔夜垃圾堆到你们公用的这个走廊，约等于就堆到你家门口了，还有味儿。哇，这有味儿。哎，我们不开门啊。谁们不开门？我终于可以参与了。谁们不开门？谁们不开门？好的，非常好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郑干老师！哦，终于等到了！我以为听错了，我要把水全部倒完。听错了，我以为听错了。
我一边擦着眼镜一边告诉你们 ，C 是什么呢 ？C 就是半夜发出很大的噪音。我们猜一猜以下情况当中哪一种是选择最多的？好好选。好，我们先来播放一下，认为 A 早晨起来就在楼上装修，最烦人。我们来看一下采访的小片。8点准时在我家楼上搞装修，8点钟搞装修，这8点准时搞装修是不行的。一大早的那个电钻声，你知道吗？就太吵了，各种电钻的声音，然后各种砸墙的声音都有。本来都快睡着了，然后那声音一响，你又睡不着了，可太有感受了。从早上8点就开始钻地，特别窒息。当我想着按照他的节奏来深度睡眠的时候，他突然就停止，然后就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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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那种电钻的声音，然后刺痛你的心灵，直接把你从床上找醒。我想对他说：“你家真有钱，怎么老是在搞装修啊？”所以你们认为装修会排名第一的，请举手。我选了。所以选 A 的有3个人，我、锤锤和姚琛。对，我也选 A。刘野也是。刘野作为没有主意的人加入了我们。做一种假设啊，假设广志你加了一晚上班，回到家刚准备睡，你楼上的徐志胜装修，我们来个情景吧。广志呢，你就上门去找他来沟通啊，我们看看什么是有效沟通和无效沟通。来，行啊。Action。你听不见是吧？我敲门呢，我不带钻，只弄不开这个门，我还带一把钻。我把门打开，哎，好，哎，你问你有什么事吗？你等会来装修的啊，衣服在这边抢，衣服在这边抢。你还带着钻来的，你衣服来的有点晚了。我给他干完嘛，要快一点，这样快一点，这样快一点，赶紧吧，别闲着了。哇，太厉害了！这个教会我们一个道理：如果不能与之匹敌，那就加入他们。王志回来吧，你和这样的朋友无法沟通，豆豆你来一下吧。我来。那我又开始了啊！但你别老当了，好吧？你刮个腻子行不行？那我这回刮腻子。Action！ 你看我这活儿都说，咚咚咚，咚咚咚。呀，你们家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我刮个腻子也吵到你了，有道理啊，有有点过分了吧？啊，你有一点过分了吧？我刮腻子，豆豆你是挑事儿吧？你刮到了我的心。这事儿太坏了，这事儿。我知道我们街坊曾经干过的事儿。他在装修前，他给可能受到他打扰的每一户送水果。谁家都会装修，对，麻烦装修的时候，第一，遵守规章制度；是的。第二，主动有一个好态度。没错。谁同意？第3个理由，一会儿我们再去讨论第2个啊。行。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，看一看说半夜扰民、通宵闹腾，吵得你根本睡不着这事儿，大家是怎么说？哎，应该年纪都比较大吧？那到了10点多就果然弹那个吉他，就像狼一样的在那里嚎啊嚎。王冕的邻居，半夜在家里开派对啊，通宵闹腾啊这种情况，每到2、3点钟就使劲嚎，声音贼大，真的让我很不爽那种。半夜3更的时候吧，附近的人对开 party 那种。你说的不就是我们吗？小朋友就会问我，妈妈楼上在吵什么？这样是不对的。都是20、30岁的人了，他们也挺像人家自尊的。我就会凌晨3点去你家蹦迪。对啊。认为半夜扰民、通宵闹腾，吵得你根本睡不着觉的是天启。
磊、徐老师、豆豆、广智、周震南6个人，那就只剩一个张延齐特立独行着。你们还有投诉别人的经历吗？我是那个被投诉的。他为啥投诉你？他就是那种电吉他，对，就声音会比较大。然后我是那种就是有些时候睡不着就不知道该干嘛，就可能晚上弄。即使是周震南的音乐，原来也会被投诉。再来个情景吧。好，这样啊，半夜3点，周震南、姚琛等一些人还在自己家里面听歌啊、玩音乐啊，很吵。天琪啊，实在忍无可忍。我忍无可忍，来沟通一下。Action！ 蹦蹦蹦！凯文，哎呦，让不让人休息了？凌晨3点了，小青年，哥几岁？哥30岁了呀，玩不起了。哥有个童年的心呐，童年的心呐。池塘边的榕树上的知了都睡着了呀，你们还要做？安静点，安静点啊！安静点，安静点。社区里面知道自己街坊邻居老同志多的时候，要格外注意，因为老年人身体啊，包括精神状态就是脆弱。发现了问题之后，主动沟通，对，聊聊这个事儿，其实挺好的，对，给大家一些沟通的可能性。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B 的时候，街坊的朋友们怎么说。怎么还有这种人啊？为什么把垃圾堆到我门口？老是把他那个垃圾啊，然后就丢在那个过道里面啊，很臭。一打开门就是全部都是，眼前都是他们家的鞋子。每天楼下的垃圾，我在3楼我就已经开门就能闻到，特别恶心。就是经常会把垃圾堆在我们的公共区域，就是电梯口那里。年轻人、媒体人，我会直接把这个人找到，然后把垃圾同时给到他那里。吐槽用不上，打吧直接。所以认为我们直接看着张安琪，你认为这是排名第1的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为啥？楼上搞装修，装修这个事情不是每天都有的，所以概率很小。半夜扰民也不一定每天半夜都会被找到，概率也小。但是每天都要回家，对不对？对，天天都能看到，你说是不是越来越生气？但是它上面写着了，是每天早上8点准时在你楼上搞装修，不是每周。不要杠了。常年的话是1年放1次。常年，你那个常年是你自己说你对不对吧，野哥？对呀，啊不。哦。我觉得那个延琪这能说服我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常年的，有可能是个习惯的事儿啊。咱们现在马上就该揭晓了，我们先派 A 组和 B 组，我们去这个又来，我又来！哎呀，我的天呀！一共上来了5个人，选 A 选项的是4位，选 B 选项的只有延琪，所以我们来看，究竟 A 和 B 哪个更高？等等，不要把它夹在中间，它会建设到我们。我肯定赢了呀！我要被你们建设的。不是，你去那边凑一凑，我们不要你过去，我们过来让他自己做。我要跟你们隔得远一点，我真的不想被你们连累到。你要建设。嗨，这样你我太自信了，今天。来，3，喜从天降。快准备补他，补他，准备补他。赶紧1，垃圾万岁！哇哦！垃圾万岁！可以，帅的。剩下的6位来。究竟选项是 A 还是 C？ 倒计时
3，肯定不是我们。 2，快点吧，快点！靠紧！1，开始！不可能！不可能是我哎呀呀呀呀！哇哦！风还来，转来。游戏之王，石头剪子布。哎！游戏之王，来，归池。归池，一共有100位朋友接受了调查。我们来看一下调查的结果是：远亲不如近邻。我们说这些有纠纷的这些现象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放大这纠纷，目的是说大家有事儿解决事儿。是的，我们社区在环境建设上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便民的措施。没错。在邻里关系上，我们建立了我们的社区的居委会，我们有沟通的渠道，大家有什么事儿和居委会说商量嘛，商量着来。我们相信，在我们大伙儿之家，怎么可能有那些事？怎么可能？哪可能？好了，今天我们差不多打烊了，要打烊了，好吧？买一下单，谁买单？买什么单？走了，别买单，直接走。这个地方还要收费，没让你多收费都算好了。买什么单？慢慢的来，啊。大伙之家广播站传递温暖，夜夜好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严许佳。这里是大伙之家广播站，一个分享温暖的社区故事，和谐有爱的邻里趣事，由社区居民轮值的广播站。很高兴每周和大家在广播站相聚。这是广播站的第1期节目，让我们看看大伙的来信都有什么吧。首先，第一封呢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九仙桥毕业生小钱的信。本周来信1，你好主播，我叫小钱，我是一名刚刚毕业，目前在北京找工作的毕业生。过了毕业季，走出校园踏入社会的我，有些迷茫和不习惯，不想让父母担心，但是又没找到合适的工作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我不够优秀呢？我该怎么办？其实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别着急，有耐心一点，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的。第2封是来自湖南省长沙市的上班族小黄的信。本周来信2，你好主播，我是一个胆小的女孩，常常下班特别晚，回家没有路灯就会害怕。幸运的是，楼下的便利店的老板娘是个热心肠，超市前的灯每晚都会亮到凌晨2点，谢谢她在夜里为我们回家留了一盏灯。我觉得有这样温馨的时刻总是会让人觉得很暖心，所以有空去照顾照顾老板娘的生意吧。好嘞，感谢2位的来信，我们欢迎每一个人都给大伙之家广播站来信，说出你的烦恼和故事。大伙们晚安啦。
我正好相中了有一个理发店，主要这个发际线这一块我也比较有心得，都能做成你这样。欢迎常宁，欢迎常宁，欢迎文文。还拿到这鸡爪，接下来了，接下来了。白石塔，白石塔，白石塔。我还不愿意跟你多说什么，你以为我不敢？不懂啊。我们的感情结束的就这么风轻云淡吗？那你还要我怎样？我只能说爱过。搜索关注官方账号腾讯综艺，深井烧鹅，连个麦吧！合作媒体不懂装懂的小董，鹅 PD，花鹅为什么这样红？咔咔在爆肝剪辑中是项小事物，一只大公鹅。腾讯视频创作号、微信视频号，超多精彩短视频刷不停。上微博参与大伙之家玩电台征集，投稿你的温暖故事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、新浪综艺。